Hello，白羊座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新。那我们现在要一起来抽牌，来看一下白羊座朋友本月，也就是在9月，你们的能量运势如何？请大家在选择影片的时候参考你的太阳、上升和月亮星座，又或者你如果对自己的星盘比较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去参考你星盘中间能量比较集中的星座。比如说，如果你有群星落在某个星座，又或者是你的命主星所在的星座，你的天顶所在的星座，这都是可以去参考的。大众的运势解读呢，仅供参考，请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取对自己有用的部分就可以啦。我们先来看一下白羊座朋友本月的整体运势如何。本月我看到有些白羊座的朋友可能是处在一个有一点迷茫，或者是内心自己看不清楚方向的这样一个状态，有可能会把自己封闭起来，要自己去好好的想一想，自己的方向应该要是怎么样的。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回避问题的倾向，就是暂时不想去触碰那个真正棘手的问题，而想就是处在自己的一个小圈子里面。那一方面呢，可能有一些白羊座的朋友目前确实需要这样的一段休整期，需要向内求来去回答自己内心的一些问题，来弄清楚自己的方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白羊座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个自我孤立、自我封闭和回避问题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匀出时间来留给自己去做这种自我的反思、自省，去做自己需要去做的这些功课。但这个不能够成为我们脱离现实的一个借口哈。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把自己关在家里刷几天剧哈。如果这个东西可以让你休息，可以让你放松，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也要注意，不要让它成为一个习惯，成为一个一遇到问题我就躲进自己的壳里的这样一个习惯性的逃避。本月呢，有一些白羊座朋友在实际的层面，比如说金钱理财或者是这个事业方面也要谨慎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缺乏这个计划，或者说不够谨慎的情况出现哈。9月是处女月，而且现在水星也已经刚刚进入处女座，是整个的星象也是在提醒我们，就是当下的这个状态对所有的人可能是一个需要注意细节，需要去注意一些对现状的一些理性的分析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这张牌的出现能够提醒白羊座的朋友们要在这方面注意一些，在我们非常现实的一些实际的事物上面，我们的尤其是我们的金钱和事业的这种关系的处理这方面呢要多加谨慎。谨慎其实不是白羊座的长项，但这个月这方面可能要注意一点。不过呢，本月我还是看到，就是总体来说，对于白羊座的朋友，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有这种方向上的迷茫也好还是说在实际事务的处理上有一些欠考虑或者是冒进的情况也好，你们所有的这些压力或者是焦虑在本月其实都会有一个缓解的倾向。所以白羊座的朋友们也不用太担心这总体来讲，它是一个你需要控制一下节奏，要给自己一点时间，让自己能够去慢慢的恢复的这样一个周期里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白羊座朋友本月的这个事业发展的情况如何。本月在事业上呢，有一些白羊座朋友尤其是在团队合作方面有机会跟同事或者是跟合作伙伴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合作关系，能够取得比较好的进展和成果但白羊座的朋友可能在内心对这个状态，对自己的这个事业呢，不见得是一个很满足的状态有可能外在看起来你已经拥有很多了，你已经取得很多成就了，但是白羊座朋友本身内在呢，有可能已经觉得很无聊了，有可能是你这个工作对你已经不再有吸引力了有可能是你可能处在一个向内审视，看哪一些部分它已经不适合自己了，而自己又想要往其他的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种向其他的方向、其他的目标的这种主动寻求呢，它目前还是只处在一个就是在你自己内心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圣杯8的这个牌面哈，这个人他面前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可能性，新的这种绚丽的色彩，他已经在展望着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他已经把他过去取得那一些成就抛在他的身后，8个圣杯都在他的身后，他现在要向着新的这个目标去进发，可是他毕竟还没有迈开脚步所以我们可以说
本月白羊座朋友在事业上，你的内心戏很足，就整体的状态其实尤其是以外界来看的话，还是觉得很不错的。你合作关系也很好，你的这个成就啊，事业的实际的发展，实际得到的成绩也不错啊，只是说你自己内心是不满足的，你自己内心已经在找新的机会、新的目标啊，但是你目前呢也还没有到往你的新目标、新方向去迈进的这样一个阶段。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白羊座朋友本月的一个情感方面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本月在情感上呢，如果是有伴侣的白羊座朋友，可能要注意一下沟通方面的一些问题哈。还有就是自己的旧有模式是不是对自己当前的关系造成了某一些阻碍，也有可能是关系中间的一方啊，有可能是你，也有可能是对方，在这个关系中间呢是缺乏耐心，又或者是过于理性的一个状态，什么事情都试图用自己的理性去解决，而没有在情感上去跟对方产生足够的链接，所以在沟通上呢会有一些问题，对对方可能也不够耐心。但如果要是白羊座的朋友去注意一下这些方面呢，还是有机会克服这些障碍和阻滞，让本月的感情状态向着一个比较美好和谐的方向去前进的。甚至有一些白羊座朋友，如果说这个关系在以往有很多问题，有很多这种沟通的问题，或者说旧有模式的一些阻滞的话，在本月甚至是有机会有一个突破，有一个全新的这种方向，在关系中间有一个全新的这种阶段的当然了，也有些白羊座朋友可能这个新阶段就是代表着告别一段关系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总之本月就是它有一个转机的出现，就我们看到阻滞，也看到转机。那么对于单身的朋友也是一样的道理，可能在沟通上，在判断上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如果在见新的对象，那可能这个沟通不见得非常的顺畅，也有可能是你受到自己以前的关系的旧有模式的一些羁绊，不敢去迈出这个脚步，又或者是以前的这种旧模式里面的一些问题仍然在阻碍你现在新关系的发展。那么同样当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且去有意的去改善它的话呢，那我们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奇迹总之本月在感情状态上，白羊座朋友的总体的这种趋势呢，就是有阻滞，有旧有的模式的羁绊，但也有这个改变和开始新旅程的这样一个暗示。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月塔罗给到白羊座朋友的建议是什么。本月白羊座朋友这两张建议牌呢，如果我要总结的话，就是4个字：稳定和平衡。这两张牌其实跟前面有非常多的呼应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体运势上，白羊座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迷茫，有一些不确定、不稳定感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不够谨慎、要冒进的地方。那这两张牌恰好就是在提醒我们保持内心的一个稳定的状态，包括我们的事业上也是，可能我们想要去突破，想要有新的机会，但是这个权杖4提醒我们说，先不要急着去冲因为白羊座本身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它本身这个星座的能量它就是比较冲劲比较足的，这是它的优点但是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优点同时也是我们的缺点，它有冲劲有行动力的这个优点反过来就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冒进的问题。那这个权杖4恰好在这里提示我们慢一点，我们不要急着去冲，我们先把自己生活的地基打好，我们先巩固一下我们生活中间的那些已经有的那些基础因为大家看一下这个权杖4这个牌面，4根柱子，4本身呢就是这个数字，它代表的就是一个稳固。那这张牌是在提醒白羊座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是很多事情是有很好的基础的，那么我们要珍惜这些已有的基础，并且去巩固它，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去考虑怎么样去往前发展。那么同样的，星币2也是一张这样的跟平衡有关的牌，作为建议牌的话，包括我们的情感关系也是一样可能我们沟通上有一些问题我们的情感发展上有一些阻碍但是我们也有新的这种发展的机会。那这个星币2就是在提醒我们，在这种事业的既有的基础和未来的选择之间，取与舍之间去平衡，在这个关系的当下的阻滞和这个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之间去做平衡总结起来就是我们巩固已有的基础，巩固我们生活中已有的稳定的东西在
在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这种可能性之间做好一个平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再可以去发展未来的这个道路。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月神谕卡给到白羊座朋友的一些具体的小建议。神谕卡本月给到这个白羊座朋友的具体的建议呢，是去享受大自然。这个大自然可能是有助于维持我们的一个稳定和平衡的一个心境哈。那9月份呢，如果要是在北半球的朋友的话，可能已经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慢慢的从夏天到秋天的一个转换了。确实在这个阶段走到大自然中间，确实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可能有些地方天气还是很热，但是可能树叶已经在慢慢的变黄啊。北半球有一些城市的话，秋天会有那种秋高气爽，整个的这个空气和光线的感觉都不一样啊。白羊座的朋友，如果你们去追随这个神谕卡的建议的话，可以去注意一下这一些微小的变化，去享受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一些馈赠啊，借此来保持自己心境的一个稳定和平衡。好了，以上就是本月白羊座的运势能量解读，希望其中有一些讯息对你是有所帮助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